三星失去了中国这一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却没有遭遇预期中的困境，销量反而还屡创新高，牢牢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他们在越南豪掷200亿大建厂房，提供至少16万个社会岗位，员工福利也开到同级别顶配，对中国和越南有什么影响？这里是知识天地。随着三星撤离中国，他们在越南大幅加大了投资力度，将越南打造成了新的制造业中心。这一决定为越南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优厚的待遇。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三星在越南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24亿美元。在北宁省和太原省的工厂里，超过10万名越南工人每天都在工作。2018年，太原工厂三星员工的工资约为每月180美元，有时加班还会涨到300美元，这在当地可是相当诱人的收入。更令人羡慕的是，三星为这些工人提供了现代化的宿舍、餐厅和娱乐设施。除此之外，三星还不忘给员工充电，提供各种培训计划，确保他们的技能与时俱进。越南政府看到这棵金钱树后，乐得合不拢嘴。他们不仅提供税收减免，还在土地使用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三星大力支持。结果呢，就是三星在越南的工厂年产值达到了数百亿美元，生产效率也直线上升，同时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2017年，三星手机在越南的出口额现在已经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1/5。三星当年之所以决定挥别中国市场，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便宜的劳动力变得越来越金贵，这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同时，中国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税收政策也让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增加。为了遵守环保法规，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资金购买环保设备，这无疑让三星感觉像是背上了一座大山。与此同时，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让三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2013年，三星以20%左右的市场份额排名中国第一，但到了2018年，根据 IDC 发布的数据显示，三星手机2018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334万台，市场占有率仅为 0.8%， 简直是天壤之别。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火上浇油，让国际贸易环境变得不可控起来，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成本，迫使三星不得不加快脚步，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以规避这些风险。他们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以分散风险，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毕竟，谁也不想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市场风云变幻，这个篮子摔了，损失可就大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俨然成了最佳选择。越南不仅政治环境稳定，还与多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为三星的全球业务拓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再加上法规环境也没有那么苛刻，这就是给三星量身定做的完美选择。这样一来，三星不仅可以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还能轻松填补在中国市场撤出后的空缺。三星的撤离对中国来说既是损失也是机会。从短期来看，三星的离开确实带走了不少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三星的工厂曾雇佣了那么多工人，突然间这些工人失去了工作，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同时，那些依赖三星订单的供应商和中小企业也仿佛一夜之间被打入了寒冬，面临经营困难。从长期来看，三星的撤离就像是一场破茧成蝶的蜕变，促使中国制造业走上了转型升级的快车道。没有了三星这棵大树的遮挡，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得不加速创新，提升技术和产品质量，以应对国际竞争。再来看市场份额，三星的撤离让国产品牌如华为、小米、OPPO、vivo 等迎来了春天，这些品牌迅速崛起，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智能手机领域，中国品牌凭借其高性价比和创新技术，俘获了大量消费者的心。比如华为的 P 系列和 Mate 系列手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广泛认可，销量直线上升。越南制造业凭借低廉的劳动成本、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不但是三星、苹果和 LG 这些科技巨头也纷纷在越南扎根。越南政府更是大手一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支持方面使出了浑身解数，给外资企业创造了绝佳的营商环境。比
比如越南大力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和物流效率显著提升，这让越南有望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就拿电子产品来说，越南的出口量近年来节节攀升，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产品制造和出口国。前几年大家老爱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越南的迅速崛起会不会抢了中国世界工厂的饭碗。从劳动力成本来看的话，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过别急着下结论，低成本可不是万能药，中国在劳动力技能和生产效率方面依然是独孤求败。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和熟练技能，让中国制造在效率和质量上具备无与伦比的优势。另一个就是，虽说越南在吸引外资和推动制造业发展方面表现抢眼，但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完整性上还真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中国可是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各个环节都能无缝衔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协同效应。相比之下，越南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突飞猛进，但要达到中国这种全方位供应链体系的水平，还得再等些年头。最关键的就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科技研发和创新，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使得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举足轻重。虽然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卓越，但在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领域还有路要走，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越南的崛起不会撼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它无疑敲响了中国需要在持续不断创新和优化的警钟。其实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是可以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制造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合作共赢，毕竟大家一起变强才是硬道理嘛。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